暴雨砸下来了，天像漏了一样，云层压得极低，整个景德镇被水汽包住，风裹着雨点横着扫打在脸上，升腾街道，眨眼间变成河流。水不是慢慢涨，是猛地一下窜上来。有人站在2楼窗口往下看，1楼已经看不见了，汽车只露出个顶，像泡在水里的馒头。火车站大厅里全是水，旅客们挤在台阶，高处拖着箱子，不知所措。广播声音被雨声盖住，谁也听不清。有人喊回不去了，有人哭，有人拍视频，手一直在抖，这水来得太凶了。几个小时前一切还正常，6月的景德镇闷热潮湿，老天下点雨本不稀奇，可这次不一样。气象台的预警一个接一个，红色信号弹窗不停闪烁，短短3个小时雨量就冲到了90多毫米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把一整个小型水库的水从天上直接倒在这座城市头上，水泥路面留不住水，下水道来不及吞咽，所有的水都在地表狂奔，井盖被顶翻，浑水咕嘟咕嘟往上冒，水就这么涨起来了，快得叫人来不及反应。火车站地势低，水从各个方向灌进来，售票厅、候车室、通道统统变成一片泽国座椅，飘起来了，垃圾桶倒在水里打转，电子屏还在亮着，列车信息全变成延误的红字。有人想趟水出去，走到一半水就没过了腰，他只得退回来，浑身发抖。站外公交车趴在水里动不了，司机无奈地摇头，小轿车像玩具一样被水推着横移，这座城市在短短半天里被暴雨彻底打乱了筋骨。雨还在下，拼命地往下砸。这时候城郊的农田和养殖场也没能逃过，老农站在塘埂上，眼前一片汪洋，鱼塘、蟹池、虾塘水早就连成一片，根本分不清哪是池哪是路。他原本还想拿把伞，可风把伞吹得翻了过去，干脆丢了。雨水顺着他花白的头发往下淌，上半年放下去的虾苗蟹苗现在全泡汤了，一辈子的心血一场雨就给端了，水浑得像泥汤。那些虾蟹最怕浑水，他们待不住。他拿着一个碗，还想试着捞回点什么，碗在浑水里划拉几下，空的，再划拉还是空的。水面上飘着水草和垃圾，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腥味儿。他叹了口气，掏出一只地笼，找了个位置慢慢放下去，心里知道这不过是自我安慰。水太大太猛，损失已经没法补救了。他最后去开水闸，想让水退得快一点，闸门一拉，浑浊的水打着旋往外涌。他站在旁边看了很久，像在送走什么。村子另一头洪水钻进了一栋栋房屋，有户人家水涨得太快，一家人被困在屋里，水位超过了1楼门框，直接漫上2楼。后来他们回忆，当时是儿子在前面探路，妈妈个矮，儿媳就用手在水里拖着婆婆的头，一步一步往外挪，水已经淹到婆婆的头部了，全靠儿媳的手在水下撑住，好不容易推开被水压住的门，先把老人推上高处，再把妻子拉出来，自己才最后逃出。等回过头去看，房子已泡在水里，只剩屋顶。他们转移时什么东西都没来得及带，只穿了一身湿透的衣裳。几天后水退了，他们回去，屋里淤泥足有20厘米厚，所有家具都东倒西歪，墙壁上一条清晰的水线比人头还高，厨房灶台塌了，窗户全碎，猫还活着，缩在沙发上，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。原来沙发浮了起来，给猫留了一小块救命的空间。主人找了些吃的先喂猫，猪圈垮了，养的猪被水冲走，不知死活，粮仓里的玉米也全泡坏了。这一幕幕看着就让人心里发堵。就在这场龙舟水肆虐的同一个时段，湖南麻阳也出事儿了。暴雨连续冲刷，山体终于撑不住了。高村镇一个村子后头的山轰隆一声滑下来，气浪推倒树木，黄泥浆裹着石头，像一只巨掌拍向山脚的一栋自建房屋，房子瞬间坍塌，烟尘和水雾一起腾起，里面的人根本来不及跑，附近的人大喊着冲过去，用手刨，用锄头挖。后来专业救援队赶到，封锁了现场，一切紧张而沉默地进行着。雨还在下，泥浆很滑，救援人员浑身湿透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，每一个人都盼着能出现奇迹。这些画面这2年越来越多见了。以前老人们说发大水顶多淹到膝盖，现在水直接漫过车顶。以前泥石流是个稀罕词，
现在隔三差五就能听到，天儿是真的变了，气候变暖，让大气里装进了更多的水汽，一遇到合适的条件，就像盆坡一样往下倒，而我们脚下能吸水的泥土地越来越少，到处是水泥柏油，水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往低处涌。城市越建越大，排水却常常跟不上。这雨能不凶吗？可再凶的水也冲不走人们骨子里的那股劲儿。水退了，大家开始清理淤泥，把泡坏的家具抬出去，把地面冲刷干净。养殖户重新修整池塘，哪怕里面啥也不剩。受灾的家里，人们擦干眼泪，一点点捡拾还能用的东西。那个丢了猪的老乡说，一切只能从头开始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正在清理倒塌的猪圈砖头。是啊，一切只能从头开始。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了，但人只要还在，希望就还在。墙上的水线会慢慢干，心里的伤痕也会慢慢平复。只是这些教训不能忘。下暴雨时，千万别去河边看水，别冒险开车过深水区。水一旦进屋，先保命，坛坛罐罐，别舍不得。人平安比什么都强。如果你刷到了这段话，如果你也见过这样的暴雨，如果你也心疼那些失去家园的人们，请给我一句鼓励：再苦再难，我们都要坚强。生活还要继续，天灾能毁掉房子，毁掉庄稼，毁掉道路，但毁不掉活下去的勇气。各位朋友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订阅，我们继续关注每一个在风雨里努力站直的身影。